不要动它，不要动。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B 站纪录片《中国救护》第7集开头的内容。一名从没有精神病史的女子在家中突然中邪，鬼上身，四肢不停抽搐，说着一些常人听不懂的怪话。家人向120求救后，救护人员赶到，将她推上救护车，在救护车上为她注射了镇静剂。可一般的病人只要1针镇静剂就可以缓解症状，而这位女士先后注射了3支才稍有缓解。大家好，欢迎收看《走出科学》，我是邓肯泰瑞。这个恐怖怪异的场面就是民间常说的中邪。比如一个人平时很正常，某天突然鬼上身了，胡言乱语，精神错乱，最后请什么大师、半仙、高人来家中做法化解等等。这种现象在民间经常发生，只不过这一次恰好被摄像机给记录下来了。但其实这种中邪现象是有科学解释的。癔症医学上叫分离转换性障碍，通常是一个人生活中受到了巨大的刺激，或者内心的巨大冲突自我暗示而爆发的精神类疾病。像纪录片中这位女子中邪的原因就是丈夫赌博把家里的钱输光了。一般的治疗方法也就是心理治疗、心理疏导，通常大部分患者会在1年内自行缓解。那么这种个人的中邪现象大家可以理解，但有一种现象恐怕难以理解，那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说的集体中邪。我们说癔症又不是传染病，又没有细菌病毒，怎么可能一群人同时中邪呢？那么先给大家分享今天的第1起事件：马来西亚学生集体中邪。照片中这位姑娘叫斯蒂努兰尼萨，17岁，是马来西亚吉兰丹州某中学的学生。7月底的一天，学校上课铃响起，斯蒂坐在课桌前，突然感觉有人从身后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拍得很用力。他回头想看看是谁，结果一回头发现整个教室变成了一个昏暗的场所，瞬间的刺痛、头晕感袭来。斯蒂倒在地上，失去知觉前的一刻，他说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到处都是流血和杀戮。而且斯蒂回忆说，我看到了一张魔鬼的脸，他缠着我，我无处可逃，想喊却喊不出，随后晕倒了过去。如果说一个人发生这种情况，那还算正常。可紧接着斯蒂身上的中邪现象仿佛开始扩散传播，几分钟内整个教室里都爆发出了惊声尖叫。多名女同学也和斯蒂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她们抽搐、哭泣、尖叫，然后晕倒。整个学校的人都陷入到万分惊恐之中。另一名晕倒的女孩事后也声称，失去知觉前的一刻看到了魔鬼的样貌。最后经过统计，有将近40名学生，而且都是女生，身上发生了这种鬼上身中邪现象。她们尖叫、哭泣、抽搐、歇斯底里。万分惊恐之下，校方把学校的大门紧闭，请来法师等驱魔人士对学生进行驱魔，才慢慢将事态控制下来。无独有偶，早在2016年，马来西亚就也曾发生过类似的集体中邪事件，同样是这个吉兰丹州的哥达巴哈鲁。2016年4月8日，某中学的一些学生集体声称学校里潜伏着一个黑色人物。不久后，有更多的学生甚至老师也声称看见鬼影在校园里游荡，甚至推特上还流出了这样一张照片，据称是学校的师生拍到的那个黑影。和前面咱们讲的一样，这一次集体中邪也是从一名女生开始的。一名女生在教室里突然神色异常，坐立不安，随即尖叫，然后其他同学就像被传染一样，一传十，十传百，进入这种鬼上身状态。许多师生都声称有一个沉重的物体抓住了自己，还有人声称有黑色鬼影试图进入自己的身体。许多学生都感到双手麻木，思绪四处飘散。最后经过学校领导统计，一共有约100名师生受到了影响。学校立刻关闭大门，请传教士来校园内背诵古兰经并进行祈祷，又请一些驱魔人士进行驱魔。教育部也派出心理医生对学生进行一些疏导，最终才慢慢平息了事态。无独有偶，这种集体中邪事件还发生在了同为东南亚国家的印尼。
2023年9月6日上午11点，印度尼西亚马贾伦卡一家工厂，一名工人突然出现精神恍惚、鬼上身现象，紧接着其他人仿佛被传染般，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中邪状况，如同大家视频现在看到的，员工们有的哭泣，有的在发出诡异的笑，有的浑身抽搐倒地，甚至昏厥了过去，而没有被传染的工友则在极力安抚那些被传染者。整个状况前后持续了4个小时，直到下午才有所缓解。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事后警方对此事件的调查结论为：员工们没吃早饭。离开东南亚，我们再回到中国。2015年10月29日，台湾嘉南药理科技大学为庆祝即将到来的万圣节，该校学生会组织学生们在学校里扮鬼吓唬路人，活动持续了2天多，吓到了无数过路的师生。然而万万没想到，被吓的人啥事儿没有了，吓人的人却先中邪了。2天后，活动结束，工作人员收拾场地，没想到参加活动的同学一个接一个的身体出现异常，先后有20名同学出现身体不适、四肢无力，其中12人出现恶心、呕吐、瘫软在地、抽搐、呜咽等状况。学生们立刻集体前往附近的庙宇清王宫进行求助。很快又来了20名学生也来求救。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中邪的学生们在神像前求助的影像。好多天后，学生们的情况才慢慢有所缓解。以上是我给大家找的3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集体中邪案例。事实上要跟大家说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灵异事件、鬼上身。社会学及心理学上称这种现象为集体歇斯底里，是一种群体性心因性疾病。尽管这很难以理解这又不是细菌病毒，怎么能传染呢？还传染给那么多人。事实上，虽然科学界对集体歇斯底里的成因还没有达成共识，但这些现象是有章可循的。接下来咱们综合上面的案例分析一下。著名精神病学家、前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总裁西蒙·韦斯利爵士将集体歇斯底里分为2种，一种叫集体运动型歇斯底里，一种叫集体焦虑型歇斯底里。前者是由运动行为的异常发作而成的，发作者事先就会存在紧张感。大家看台湾大学生集体撞邪的情况是不是比较符合这第一个类型？而且我在网上查到，当时学生们扮鬼也并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纯开玩笑的，他们事先还请法师评估了这个活动的安全性，法师还煞有介事地警告他们不能开4楼大礼堂的门，否则会出事儿哦。整个扮鬼活动期间，他们把4楼封得死死的。也就是说，学生们在这个扮鬼活动期间他们心里是打鼓的，是隐隐感到害怕的，是害怕自己扮鬼会招阴的。加之学生回忆中邪前那一天大家都没休息好，因此当天在狭小阴暗的空间里，突然有一个人精神出现异常，比如说尖叫了，紧接着其他人在这种紧张状态下被传染了，发生了这种集体的歇斯底里。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现象，恐怕和闹鬼关系不大。而第2种集体歇斯底里被称为集体焦虑型歇斯底里。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学业压力大的学生身上，由急性焦虑症发作而成。患者事先没有紧张感，是通过视觉接触迅速扩散的。大家再看马来西亚学生集体中邪和印尼工厂集体中邪，是不是比较符合这一类？事实上，我上网一查才知道，就拿马来西亚来说，其发生学生集体中邪事件远不止我们刚才讲的2例。这2例事件都发生在吉兰丹州，而这个吉兰丹州的68所中学中，不少学校都发生过这种集体中邪事件，只不过很多早年因为没有发达的互联网事件没有被大范围传播出来。我们仔细分析这些集体中邪事件的共性就能看出问题的关键。首先前面说了，这种情况基本发生在高压锅氛围的集体中，尤其是高考复习阶段的学生群体。那么肯定有朋友说了，那我现在也在高考复习，我也很累，为什么我们学校没有发生呢？我们继续说。除此之外其次它还多发生在女生身上，尤其是穆斯林女生。第3，集体中邪现象主要爆发在吉兰丹州，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吉兰丹州是马来西亚所有州里宗教信仰最保守的州，该州的穆斯林女生在学校里也会受到严格的宗教纪律约束，她们必须严格着装，不能听非伊斯兰的音乐。事实上，这种长期的压抑氛围加上巨大的升学压力，是容易爆发集体歇斯底里的。通常只要有一个人出现症状，其他人被感染啊，当然用感染这个词儿可能比传染更贴切一点。大家被这种爆发出来的情绪感染了，继而许多人同样歇斯底里了，发泄，用这种方法发泄。我觉得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精神现象，和所谓的什么鬼上身呢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说到压力锅，大家都听过营校这个词吧？营校也叫炸营，指古代军队中突然有一个士兵出现精神错乱，大喊大叫，紧接着其他士兵接二连三地出现同样的行为，进而很可能发生大家相互扭打、自相残杀等行为。这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歇斯底里。军队嘛，高度封闭、高度集中，作战状态下大家都精神紧张。那古人又不懂得什么心理疏导、做思想工作，高压锅的氛围下，完全符合集体歇斯底里爆发的要素条件。而这种现象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慢慢放松心情，接受一些心理治疗，通过时间来愈合。我们前面说了，许多地方把集体歇斯底里理解为闹鬼中邪，请来驱魔人士、半仙儿、高人做法。虽然这些行为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但是不得不说驱魔做法事实上可能也是一种心理按摩，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治疗效果。而节目开头说的第一个中邪的女生斯蒂，1年后接受 BBC 记者采访时，她已经完全摆脱中邪事件的阴影了。她毕业了，还养了一只小猫咪。她爱上了音乐，喜欢唱跳，喜欢唱歌来释放压力。最后，斯蒂对记者说：“将来我要当一名女警察，因为她们勇敢，什么都不怕。”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聊的集体中邪当然现在应该叫集体歇斯底里现象。希望大家以后看问题都能科学一点。这个癔症现象民间有很多，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如果大家家里有亲戚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也不要太咋呼，说什么闹鬼了真的没有必要。关于集体中邪，我曾经在2年前还讲过一个真实事件，台湾一家6口在家中集体中邪，家人互殴，还互相喂食粪便尿液非常恶心。后来中国台湾的恐怖电影《咒》也是取材于这个故事。我把这个视频放在下面，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回看一下，那期讲的也比较精彩，也是解释了这个集体癔症、集体歇斯底里事件。